小陈，你不能这么做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我看你出了公司，不放心就跟过来了。这位先生，马上就要手术了，请您在外面等一下。小陈，这件事情你一定要想清楚，别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啊！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我考虑得很清楚了，我现在是个成年人，我自己要做什么事情我自己能决定。你们快推我进去！等一下，小陈，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不告诉你实情？因为我知道你是真心爱在身后的。现在你们不得已而分开，你不能因为一时冲动而打掉你们的孩子，你知不知道啊？这位先生，请问您是他的亲人吗？不是。你是他现在的男朋友吗？不是。你是他体内受精卵的精子提供者吗？通俗的说，你是他孩子的父亲吗？不是。那么抱歉，既然你无法为他负任何责任，恐怕也无权干涉他的决定。麻烦在外面等一下吧。进去吧。醒醒，开门！醒醒！哎呀，出去，干嘛？醒醒！世豪，你能不能冷静一点啊？小小，他不会有危险吗？小小会不会有危险？先冷静一下，听我说，医生说已经超过70天了，必须要做引产手术，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，更严重的会影响未来的生育。醒了，都结束了，受苦了。再休息一下，我出去给你接点水。小郑出院了，别担心。
你是我的小猴子，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小猴子。我想去美国的分公司。那边是新公司，很多事情你得从零开始。妈，我可以的，相信我。好吧，你既然已经决定了，那就选个时间，让秘书帮你订机票吧。谢谢妈。早安。早啊。你几点起的啊？起来一会儿了，给你做完早餐。我记得你有每天看财经新闻的习惯，对吧？那，今天的。我去上班了。哎，你身体还没恢复呢。你是老板，你什么时候去都可以。我不一样，我是个打工的。拜拜，公司见。早安，小陈。早。小陈。早安，小了吗？小陈。哎呀，小陈，欢迎回来，欢迎回来。谢谢。哎呦，你回来就好。哎呀，你们最近怎么样？挺好的，挺好的，挺好的啊。没事吧？我挺好的呀。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这不回来跟你相爱相杀了吗？回来就好。状态不错呀，小陈。哎呀，下班了。下班了，怎么样？要不要去唱歌、吃自助餐？好呀，好的。真的吗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你们订好了吗？小陈，媳妇儿从来不参加这种活动的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？对啊，你不是说这种又浪费时间又浪费钱的活动，不是消遣，而是遭罪吗？我怎么不记得我说过呢？你们订好去哪儿，告诉我，先去个洗手间哟。等你们，嘿。好。哎，你们发现没？小陈这一天的笑容，比这段时间加起来还多。比我认识他这6年加起来都多。欣丽姐，怎么还不走啊？要加班吗？不加班，不加班。欣丽姐再见。谢谢。我觉得严小晨最近好像有点不大对劲儿。这么开朗，有什么不对劲的？就是因为太开朗了，总觉得有点不像他。其实，我觉得未必是坏事儿。孩子如果没了，他最后的负担也就没了。你也别太难过。谢谢。我回来喽。回来了。啊，玩开心吗？开心啊。玩开心就好。妈明天要出院了。啊。你要是暂时不想见她的话，明天我跟丁姐去接她就可以了。还有公司那边，你要是想休息的话，你随时告诉我。
我为什么需要休息啊？不用。小陈，你没必要这样硬撑着。我没有在硬撑啊，我是真的不需要休息，我现在只想好好的工作。你看，我因为结婚，因为孩子，我耽误太多时间了。我知道你在逃避什么，但逃避解决不了问题的。明天你就别去公司了，这是命令。早点休息。芳姐，吃饭喽！芳姐，芳姐，程太太其实挺可怜的。毕竟是自己的孩子，血浓于水啊。要不，您上楼去看看他呗？你们是亲生母女，有什么事是过不去的呀？啊？如果我当初坚持不让他来上海，就不会有这事儿，他也不会认识沈浩。现在肇事的司机没找着，小小的孩子也没了，我这是做的什么事儿啊？孩子没了也好，那是沈家的孩子，没了干净，没了省心。可是我明明恨的是沈家呀，我怎么就这样伤着自己的女儿呢？芳姐，芳姐，别难受啊。我不知道我这都是干了些什么。芳姐，你听到了什么？听到了海浪的声音。你自己试一下。你可以试着把眼睛闭上，用心去感受。我不行，最近太忙了，发生了好多事情。你精神压力没有得到缓解，反而更加的严重。陆医生，
麻烦你，再给我多开点安眠药。我说过了，这治标不治本，只会让你更加焦虑。那我该怎么办？其实有段时间你已经好转了，为什么现在又恶化了？芳姐，饭菜和药都在桌上了，你一会儿记得吃啊。哎，程先生，丁姐，怎么了，丁姐？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啊？程先生，我觉得芳姐最近状态不太好，基本上都不怎么吃饭，更别说药了。要不然，您跟程太太说一声，让她下楼去看看呗。辛苦你了，丁姐。没事儿。下班吧。哎。小陈，我刚才电梯间还碰见丁姐了。这什么？这什么意思啊？我们本来也是因为孩子才假结婚的，现在孩子没了，我也不能一直拖累你啊。你的生活本来好好的，结果因为我的出现变得乱七八糟，所以我们离婚吧。你爸妈那边我就没脸去说了，就当我给你留下的最后一个麻烦，好吗？我已经在上面签完字了，只要你签了字儿，就生效了。我没打算离婚。这场戏该结束了，我们不是说好的吗？你为什么觉得你在拖累我？如果直到今天，你还认为我为你做的一切都是在配合你演戏的话，那你就错了。你还记得我在湖边跟你说过什么吗？我之前受到了一次很大的心理创伤，我已经觉得我的人生没有任何意义了。我也看过心理医生，我也一度靠工作来麻痹自己，但在我遇到你之后，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生活。所以，你对我一直是出自于同情，就像你当年对 Cindy 那样吗？当然不是啊！你给了我家的感觉。可我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妻子啊。我觉得是不是真正的妻子不重要，
重要的是，在这段婚姻里面，我感受到了家的感觉。你跟你妈都给了我这样的感觉，而且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可以试。我无法尽到妻子该尽的义务啊。没关系，一切决定权都在于你。如果你还想离婚的话，我会认真考虑。但现在你妈状态不是很稳定，如果我们离婚的话，可能会有不好的后果。希望你再考虑一下。早安。你再不起来，饭都要凉了。来吧。你怎么不叫醒我啊？我叫了你2声，看你没动静，我就不敢再叫了，怕你有起床气。哦，我一会儿下去看看我妈。那我陪你一块儿去。程先生，程先生，程太太，我刚才下楼去叫芳姐吃早饭，结果她把自己反锁在门里，我怎么叫她都不答应。你不会出事吧？我下去看看，我下去看看。妈，我撞了。妈，你开门呀，妈！你吓死我了！你干嘛呀？你是不是很恨我？我为什么要恨你啊？妈，小婵她很爱你的，她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表达。你坐下。
老天爷为什么这么对我们？我们这一家3口做了什么孽呀？真是。哎，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我们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。但是你得答应我，你得好好的，行不行？我知道你担心我，你也别让我太担心你呀。会好起来的，啊。妈，这我早上刚包的馄饨，有点烫，去拿3个碗去。来，还有1碗。来，哎呀，来，烫啊！给你舀出来，我自己2个，先晾着。志远，对小陈好一点。你们2个都好好的，好好的，啊！放心吧，妈，我一定会对小陈好的。谢谢。吃饭吧。你吃这个。烫啊，妈。喝点汤吧。不用，我也来着。志远，早啊。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些饭菜，中午别在外面吃了，都油不好，吃的不安全。谢妈。快去上班吧！啊，我们走了，妈。哎，我来，快去吧。那我们走了。哎，好。小陈，中午一起吃饭呀？旁边有家新开餐厅，味道还不错。哦，我得先把这个洗完。程总好。吃饭了。陈总好。哎。乔总，在这儿吃。放那边吧。等一下啊。过来吧。过来。这个是吃饭吗？不然呢？这顿饭啊，是你妈特意为你做的，多吃一点。
其实也是他专门为你做的。我妈那天对你说的重话，他应该心里也挺过意不去的。我觉得他虽然嘴上不说，但是心里对你挺认可的。你能容忍他的脾气，也能容忍他那些行为，甚至你还能容忍我肚子里的孩子。那你觉得我该怎么做？你什么都不用做啊，你只要坦然地接受他对你的好意就行。那你为什么就不能坦然接受我的好意啊？我不配接受啊。晚上我和魏彤还有新辉约了去蓝月聚一聚，你不用等我回家了。好。来。前段时间还在我这儿喝闷酒呢。Trouble 哪个 Trouble？Trouble 已经出国了。赵玉环告诉我的，宋文姬哭得跟狗一样，估计短时间内不会回来了。你好，请问你们是？我们深思的。哦，这边请。
这边，在会议室稍等一下。小婵，擦，我刚刚看见谁了？看见威廉了？什么威廉呀？吴倩倩。他来干什么？不知道，应该来谈合作的吧？他现在在哪家公司啊？我们这次的苏绣公益投资项目虽然没有盈利空间，但是对我们2家公司的社会形象会有很大的提升。保护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，每个中国企业家都责无旁贷。深思的主要业务就是服装生产。如果这次苏绣项目推进顺利的话，我觉得对你们公司会有很大帮助的。对，但是现在这个项目正在传统文化重塑阶段，没有明确的盈利点，但如果运营得宜，我们2家都会受益。不好意思啊，我问一下，这么好的一个项目，你们深思集团准备派谁来负责？倩倩，我们深思最近最受关注的项目经理，非常努力上进，并且有责任心。程总，我会尽全力推进这个项目的。倩倩来到我们深思之后，提升非常大。程总，您大可放心，虽然现在没有盈利点，但是我们深思还是会派出最得力的团队，毕竟这个项目有很高的文化价值。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项目，希望我们这次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怎么了？我听说这次的苏绣项目因为是公益性质，大家都不太愿意接受啊。但是我倒觉得有很大的可操作空间。说说看。现在啊，全世界都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感兴趣，而苏绣呢，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国传统文化产品，而且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在全球呢也有很大的市场空间。我妈，她还有2件苏绣的西服，她有时候还会穿出来，对着镜子照着看看。所以我也算是对苏绣有一点小情结吧，所以我觉得我有责任要去保护它。这么说，你心里其实已经有方向了。深思旗下签的一个设计师叫卓源，我之前和他打过交道。如果把他的设计理念和苏绣做一个结合的话，不仅有市场价值，而且还能推广苏绣，这一举两得。对，你说的这些都没错，但这里面有2个弊端，你知不知道？第一，对方是深思集团；第二，对接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是吴倩倩。这些你都考虑在内了吗？在商言商嘛，我可不想因为这些原因放弃一个我喜欢的项目。所以你想清楚了？交给我吧。好，要有什么问题，随时给我提出来。没问题，我出去了。今晚加班，记得给我的郁金香浇水。
cos 了样吗？你觉得像啊？你要是觉得像的话，那我就是在给我的小女孩送吃的。你给她浇水了吗？你不吃饭，她就不喝水。你这样下去可不行啊！不吃饭的话，身体都要扛不住了。番茄酱。你故意的吧？这次是故意的。那得公平一点。嗯。过来。过来。哎，这身让我沾上。没事，我去擦一下。哎，等，我给你擦。不动啊，不动。今天晚上我心情好，算你走运，给你设计一个小图案。小时候画画的功底还在呢，我给你免费设计一件好看的衬衫，设计个小图案。好了。严设计师设计的，不要太贵，只要998。去吃吧。这是我对苏绣这个项目做的分析调查报告，希望大家帮我提出意见和建议，谢谢。不通过。我可以知道为什么吗？上司做的每一个决定，都要跟你解释为什么吗？你只要照做就好了。
还是说严小晨现在做了 DH 公司的老板娘，所以随心所欲了呢？随心所欲，他这成语进步是越来越大了。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我可以重新做，而且我也会尽我全力把它做到更好。但是我需要你给我专业性的意见。可是我并没有义务提供给你我的专业意见，很不服气吧？没有办法，我现在依然是你的上司，除非你有本事做到这个位置上，否则你就只能服从我。好，重做，做到我满意为止。没问题。辛苦大家，谢谢。哦，散会。Cindy 摆明了针对严小晨啊！我刚看了一眼这个报告，做得很好啊。Cindy 还非逼他重做，太过分了。哪有什么用啊 ？Cindy 姐现在挺好的，但是还可以更好，对吧？这以后啊，程总就难做了。哎，我早就说过要把他们隔离开嘛！哎呀，以后的日子不好过。你从刚才就开始跟着我，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？你刚才也听到了，现在公司流言已经传疯了，所以我劝你是不是？不是流言，我就是在针对严小晨啊。你不会？我为什么不会啊？他抢我男人哎！我心里那么好欺负，我肯定要报复他呀。他既然想情场得意，就要做好职场失意的准备。人生什么好事都是他的。你绝对不会。你干嘛？什么事儿？你不要装作这么了解我的样子。我是一个坏女人。200下。喂，曹医生吗？哦，那个我想预约。哎，对对对。好的，谢谢。我的天哪，好般配啊！真希望他们立刻就结婚。不可能 ，Cindy 是程总的前女友，乔总是程总的好朋友，怎么可能呢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没事儿，都是小事儿。乔总不是这种人。乔总好。好。Cindy 姐。乔先生，这是你的全身检查报告，身体依然很健康，没有任何问题。你确定？但是我今天上午10点08分到10点09分，就在这1分钟时间里，我的心跳跳了200下。你确定我没有问题？这个正常人的心跳是1分钟60到100下，对吧？
我这个是这样，人的心跳加速，有时候是因为心脏问题，但也有时候是因为忽然飙升的肾上腺素。肾上腺素是我们人类在应激状态下忽然强烈分泌的一种激素，它能使心脏功能瞬间加强，加强氧的输送和营养物质的分排输送，它能使身体比平时强大 N 倍。所以我们在受到突然惊吓和高空下坠的时候，都会强烈促使肾上腺素的分泌。所以我们在乘坐过山车和蹦极和跳伞运动的时候，都会刺激肾上腺素的快速分泌。那么今天上午10点08分到10点09分的这1分钟时间里，请问乔医生，你是受到了什么样的惊吓或者刺激呢？不要装作这么了解我的样子，我是一个坏女人。是受了点，是受了点。谢谢啊，谢谢曹医生。都给我拧开。哪一瓶啊？所有。快点！有什么好笑的？你很少闹情绪，想想就好笑。我又没有闹脾气。那是为什么呀？是因为 Cindy 针对你？他才不是那种人。是因为我没站在你这边，没帮你？你的选择哪会有什么问题呀？那是为什么呀？喂，丁姐。哎，程先生，这2天芳姐情绪不太稳定，她特别怕你们俩会因为她离婚，她说要上楼监视你们，刚刚拿着钥匙上楼去了啊，你们可千万别刺激她。哦，好。妈。来了。妈。志远。妈。怎么了？我楼下的水管坏了，在你们这儿住几天。嗨，我还以为什么事。来，我给你。不用管我，不用管我，我睡客房就好。行。刚才丁姐给我打电话，说妈最近情绪不是很稳定，正常，所以还是顺着她点啊。志远啊！哎，妈。你明天早上想吃点什么？告诉我，我给你做。啊，妈，您做什么我们就吃什么。好，那你们吃完饭
别管了，这些盘子碗我来收拾。哎，我们收就行。哎呀，你们吃完饭下去溜溜弯儿去啊！快吃饭。这点了，我妈应该睡了。我先回屋，早点睡。晚安。我们睡了啊。怎么办呀？要不你就睡我这儿吧。那你睡哪儿？我也睡这儿啊。啊？我意思是说啊，你睡床上，我睡地上。我再过半个小时我回去吧。那万一你妈明天早起呢，发现我们两个又分房睡，没关系，反正也就这2天。你妈只要觉得我们两个没什么事儿，应该就回去了。我睡地上吧，你睡床上。我的房间啊，我说了算。我去拿被褥。我帮你，我帮你。没事没事，我自己来。这是褥子，放地上。放这儿。对。好，你不管了，我来吧。得拿个枕头吧。正想问你呢，不介意给我个枕头吧？哎，你的房间你说了算了，你的枕头也你说了算。谢谢。快睡吧。要么我睡那沙发，你睡床吧。谁的房间谁说了算。晚安。心脏有一个缺，十月有一个结，太多人步履维艰，图一个完结。旧寂寞凭香烟，方向感凭直觉，一半心酸一半喜悦，推我们到重逢的街。我们是2个半。志远，小陈，吃早饭了，来。聚会会作为世界字里行间。早吗？早，来。哎，我来。快吃。就2碗饭的事。你先吃吧，吃了上班。好。哎呀，又是我最爱吃的馄饨。是我最爱吃的。十月有一个结，太多步履危险，找一个完结。旧寂寞凭香烟，方向感凭直觉，直到某天爱等成全，一句誓言。心脏有一个缺，十月有一个结，我一直步履维艰，找一个完结。旧寂寞凭香烟，方向感凭直觉，相遇之前，我不在乎我多肤浅。慢走啊。不在乎勇敢多危险，反正我小陈，那么多。恭喜你啊！我天哪！耶！继续加油，你加油！走，回工位。太厉害了，天哪！